嗨，欢迎来到黑皮好思，欢迎大家哦。今天的主题我们就是要关于说你关心的这件事物，这个人，他未来会怎么样的一个能量的发展，蕴藏的怎样一个潜在的能量，是你可以掌握，让宇宙透过我们的分组的选择，告诉我们三组能量里面，然后大家个别所代表可以去执行、去改善的方向是哪些。所以我们会有三组牌面，就像画面所看到的一样，从左到右是一、二、三。如果你没有办法选择的话，我们静下心来。好，你们闭上眼睛，然后从心中去想你的问题，你在意的事情或者是人，还有慢慢会感觉到身体慢慢的放松，注意到很温暖的光线从你的头顶慢慢的照下，然后温暖的全身，然后你想着你的这个事，这个人，然后去想他的名字也可以。好，那你张开你的眼睛，看着画面，选择你最有感应的那一张。如果你有感应2张也 OK， 你可以分组去读取其中的内容，去截取你有感应、你有共鸣的部分。那如果选择好的话，我们就分组见哦。嗨，欢迎第一组的伙伴们。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你们现在心里想的人事物，它蕴藏着怎样的一个能量？这能量会后续怎么发展？我们怎么去掌握它，去改善更好的自己？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目的哦。首先，我们来看你们抽到的神谕卡，想要告诉我们第一组宝宝，你们现在的能量是怎么样？这牌组好像有50几张牌吧，但是你们却抽到了3张满月牌，3张满月。这是满月在牡羊座，满月在双子座，那最后一张牌就直接是满月，形象中的满月。这在透露什么？你们现在的能量充满爆发力，充满一个憧憬。这个憧憬是你期望已久，你想要去发展，你想要去进度。它可能蛰伏一段时间，你甚至已经想了一段时间，或者说都在关系里面，你们已经蛰伏了很久，然后甚至是在某一种停滞底下，而这样停滞即将获得很大的一个要紧，因为出现的是3张满月，所以这是一个怎样的能量？是一个非常爆发的能量。但是也要注意的是说，物极必反啊！即便你有很高的一个所谓的牡羊座的一个冲劲、一个执行力、一个热情、一个冲动，都要适度的去想，这个会不会过度的躁进？所以要记住的是，在这样子的能量底下，你们因为太过饱满了，因为3张满月牌在这里，不怕你们不去做，而是担心过度太过外放了。外放就会招人嫉妒啊，会有人眼红啊，或者是说会招来小人，这是有这隐藏的一个能量在这里要注意的。就说当它爆发成一个很大的能量之后，容易啊，就是刚才说的现象会发生，太过圆满了。而且这个双子座在中间哦，也呈现另外一个能量是，双子座代表是一种双面性哦，一种双重的能量。所以你在你的如果事业上，你有可能在琢磨该怎么样去进行，你在很细心，甚至是过度的去操心这个方向该如何进行。而由于你的这种双面性啊，所以又等于是2个声音在你应该说身体里面流动了，小天使跟小恶魔在拉扯，在你脑袋拉扯，你不断的在做协调，在平衡你之间的这个2种意见、2种声音。在感情上也是一样，或许有某一种关系存在你们之中，让你想要进，那有些时候又想要退，就有点进退两难哦，在一个决定底下，那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去行动或者去执行，即便你有很高的行动，可以看得到
你有很高的行动，在未来你有很大的一个向往，在这样子的一个目标的执行上。如果是面对的是一个人事的话，他所讲求的都是很多内耗，这势必会产生。但这样的内耗是为了达成圆满，毕竟这是全部都是3张的满月牌，所以这个圆满达成是需要经历一些事情的，耐力跟你的所谓的精神的思考。所以这边要告诉你的能量会呈现这样的一个进程，不用去害怕哦。害怕某些爆点的产生哦，这爆点可能你有点难以承受，或者是以前没有经历过的，因为它势必是一个特殊的突发点，而这突发点就是一个破口，往上要进的破口。你可能蛰伏很久，或在一个状态好像蕴藏很久，都找不到一个更加进步的一个点的时候，这时候就需要破口。而这样的破口的出现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点难熬，会有点意外，有点不舒适，因为它绝对会在你的舒适区以外所产生。你可能不是那么的经验过这样的经验，所以你会害怕，你会有点退缩，然后会想了很多。但不用担心的是，这能量是朝向圆满完整的方向去进行的。一定要记住这3颗圆圆的满月所带给你的号召力，对，不要忽视这样的能量。然后再来，我们来看这个能量底下还有什么细节要让我们知道。一样抽出的牌一起看，这3张细节也非常的重要。这边告诉我的能量就是，你们现在未来的这个人事物，果然会让你产生精神耗损。地空的出现啊，很多时候代表的就是一个精神的损耗，它不像财损，也不像身体的受伤这么难过，这么痛苦，它更多是精神上的一个思虑过深，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在一个思考里面耽误很多，但是这样的耽误你其实有进行过一段时间了，想必已经进行一段时间，思考如何进行，如何去决定，方方面面的都想要去了解。那这样子的精神损耗啊，消耗你的能量是非常多的。所以这边要注意的就是说，避免去过度。当你想不清楚，晚上想的都无法入眠的时候，记得就不要再去想了。当一件事情呢，你都想不透的时候，想不懂的时候，那就放下吧。反正你在想，你也想不出一个所以然。反而适度的去休闲，去看看外面的风景，去逛逛街，找朋友聊聊天，你说不定你的心情更容易舒坦，更容易反而看出某些问题点。所以这种所谓的地空，更多的就是精神上的损耗，要注意。而且尤其是在这个所谓牡羊座的满月底下，你的那种很想要突破、很想要前进的那种活力跟热情呢，记得不是往前冲而已，还是要适度的拉回自己，把自己拉回一下，拉回一点，不要一直只顾着冲而忘记，其实还有某些细节，甚至说其他周遭人可以给你的建议，要记得去采纳，这是一个建议。然后第2张出现的是天魁，我这边完全看到的是贵人啦，天魁代表是贵人，而且是阳性的贵人哦，可能是比你年长的一个阳性的能量，他会来协助你，会来支持你，会来帮助你。所以如果是工作上、事业上，这个人这个能量会协助你更顺利的去达成圆满，双子座的圆满。当你在犹疑不定，当你在二元性的一个选择的时候，这个能量会跳出来协助你，非常有说服力，非常有执行力，非常有方法策略性的告诉你该如何去进行，你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帮助。所以不要去害怕你之后会遇到的这样所谓的破口，一个爆发点，可能会不舒服，会难熬，但记得去解决它，而且会有人来帮助你。
那如果是感情上哦，这种贵人也有可能是你的长辈啊，或者是一个阳性的朋友啊，男性的朋友来协助你做一个厘清哦，甚至由他的帮助来促进这段感情的产生，也有可能，说不定某一个长辈来给你相亲啊，我来多和事佬啊，就让你们之间的问题就解决，在感情上也是一个很好的牌，一个天魁的牌。啊，第三张你们出现的是华盖哦，华盖这边是一个陷落，逆位是陷落。正位的话，它就象征的是一个才华洋溢的小朋友，有没有？天才儿童，这种能力是与生俱来，你不需要学习的。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第一组的宝宝，我可以看到你们有与生俱来的某种才华跟能力，甚至你的敏锐性也很高，你们充满的创意。所以你们如果是从事创意的产业啊，记得就去展现你的才华。但是因为它呈现的是逆位啊，这边可以看到你需要经历一段所谓的蛰伏期，这种孤芳自赏的时期，你可能没有办法马上遇到伯乐哦。你是就即使是个千里马，你要想象你就是只千里马，你一定要跑了千里才能遇到伯乐，所以你不要去在这个当中就放弃了，因为你是充满着一个力量，是可能是某一种人家没有的技能，或者没有的一个思考模式，或者这个做事情的方法，你可能有比别人更好的这个长处啊，你需要发挥出来，而不是把它压抑住，因为陷落也可能是压抑。不要把你这个华盖啊给淹没了，把这个光芒给灭了。你要展现的是那种天分，你原始的，从你根本，你从小朋友开始，你就会做的这个事情，去保有它那种纯真、那种活力，一定要展现出来，让你的这个陷落成正。OK，这个要提醒的是说，但是也容易说某些契机嘛，因为你可能等待已久了，你已经酝酿很久了，可能啊，怎么没有人来赏识我的这个作品，或者是说啊，我这个事业怎么没有一个新的一个火花？没关系，其实你有能力去把它做好的，你就等待这个贵人的出现，这个贵人的出现，然后去达成你的圆满。一样，我们3个满月在这里，这不容易出现。然后这边即便有一些艰难的事情，或者是说一些决定需要你去执行、去想透彻，这个过程可能都不舒服，但是你要记得，它是可以达成的，这个能量是在那里的。你要想，你就可以达成，这个月光就在那里，你再走几步就到了，千万不能放弃。这是宇宙告诉我们第一组的能量。再来，我们来看看后续呢？后续这样子一个能量，它又会怎样呈现一个进程、一个发展？我们用卡牌来告诉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牌哦，排列戒指、树木，然后还有公园哦、庭园哦。这个戒指哦，大家如果有看之前的都知道，戒指代表的就是一个合约、契约的达成，所以工作会不会达成圆满？这边看到的就是圆满，圆满的不只是工作，还有你的感情。戒指啊，这就像结婚戒指套在你这手上一样，都可以想象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如果你们的关系还没有落定，还没有确实哦，即将得到一个落定、一个确实、一个肯定的答案会出现。这是来自某种契约性的一个身份的落定、落实。他想要跟你定下来，你们关系会朝向更进一步，甚至走向婚姻，可能性非常高。然后合约刚才说的契约的达成，戒指代表一种契约，一种圆满，依然是圆满，跟你们的满月是一样，所以这个契约达成率是非常高，恭喜你们。第二个出现的是我们的所谓的树，这个树是一个茁壮的大树，树不是一天就长成这个样子的，树你看那个年轮，一年又复一年的，才能够长得那么粗壮，然后那么大的一棵树，它需要时间，就代表着这时间的精力是需要的。你们的能量在于这个滋养，这个发展是会慢慢成长，但是不是你
一两天就看得到。你看树的成长，你不会发现它在长，但是当你1年后、2年后来看，哇，它就长大了。它是一种累积哦，这种累积真的需要的是耐力。所以你们这边要做的就是说，不要去停止你们现在任何的行动，任何对你现在的不管是感情还是事业还是工作上，你想要去突破的点，你想要做的就去做，因为宇宙告诉你，你就会像这棵树一样茁壮，一样成长，一样的健康。健康，对，它是健康的，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象征。它得到一种稳定，一种满意，一种欣欣向荣的感觉。所以一定要记得这棵树的能量。如果你现在在停滞，或者是在耐力里面已经有点累了，就看看这棵树，截图，把它截图起来。这棵树就是你的未来，你的能量，非常好，一定要去记得，去展开它。后面出现的这个是一个花园哦，一个公园的感觉，这象征的是一种团体性的活动，这可能是网络上的沟通。所以你们如果是在恋情底下，可以看得到的是网络上的进行，你们非常的频繁，你们是靠网络啊讯息彼此之间去沟通事情，然后你们可能也是从事一种虚拟的行业。对，你们如果是一个新的事业的展开，这个虚拟的行业还蛮适合你们的，它会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面茁壮。你看，这也是树，树象征的就是一种新生，一种绿意，一种春天的感觉，一种滋养。但这种滋养就是刚才说的是慢，必须要慢，没有办法快。所以你们一定要记得，你们没办法快，一定要有耐心。这个过程，这一列的过程，讲求的就是告诉你，达成绝对会达成，你会达成你的目标，即便是你的感情的目标也好，或事业的目标都好，它会达成一个共同性，一个圆满戒指。满月都是圆满，所以这样的能量一定要去把它收取到。留言哦，说你要收取这样满月的能量，第一组宝宝一定要好好的截取到，然后去发展属于更好的你们。这就是我们第一组宇宙想要告诉你的能量，非常棒。恭喜大家，新春就有这么好的一个能量，一定要去把它把持住，然后坚持住，达成。OK， 一样哦，截取你有感应的部分，然后去改善更好的自己。然后祝福大家幸福美满快乐，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嗨，欢迎选择第二组的伙伴们，欢迎哦。今天的主题就来深入探讨一下，你现在心里想的人事物，它蕴藏着怎么样的一个能量？这能量会带来怎样的一个影响？后续的发展，我们就可以当做一个选择或者考虑的一个依据哦。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宇宙来告诉我们，我们第二组的能量现在在乎的这个人事物。好，我们首先来看你们抽到的3张卡牌。你们的3张卡牌里面有2张在天秤座，一个在天秤座的满月，一个在天秤座的新月。这边呢，非常明显的感受到的这个能量就充满美啊，充满一个很高的审美。这是审美来自于外在，来自于内在。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第1张满月的天秤座，这是一种很象征融合跟和谐的一个状态。所以未来的这件事物，或者人际关系上，或者恋人关系里面，你们走向的是一个和谐的圆满。满月，它是一个很高的能量，那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去促进你们之间更好的一个感觉哦。然后工作的伙伴也会感觉很合拍，然后很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方向，所以这是一个很充满力与美的一个牌哦，既有力量又充满美感。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看得到，我们选择第2组的伙伴们呢，你们其实是很有创造力的，你们的生活是充满了品质哦。你们很在乎质感的东西，很在乎细节。你们吃的东西不只要美味，还要看起来漂亮，然后衣服、服装也是一样。所以你们的工作也很有可能就是跟美相关的事物。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事业啊，也很适合你们。你们会在这样子的一个充满的你的这种审美力底下去执行的一个事业啊，来把你带到更高的一个满意，对你的精神啊的向往会更充实。所以可以看得到天秤座，天秤座在满月啊，也有一个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要注意的是，会过度的比较，会过度的去想要平衡某些事情。可以看到的，在感情上，你会有一个踌躇，而这种犹豫不决啊、举棋不定啊，会往往让跟你相处的人会产生一些障碍。他还不清楚你在想什么，感觉你好像反反复复，然后也有可能这个能量是产生在你的现在相处的人事物上，他们给你这样的感觉，你好像感觉他们捉摸不定，似乎要又似乎不要，似乎前进又似乎后退，你抓不住他们的步调，但是他给你的感觉又是和谐的，又是不照进的，所以你更难去指责他们，这就是你的难处。所以天秤座就在一个天平的两端，永远都在比较得失的比较好与不好，因为他们想求的某种完美，而他这种完美不是某个单方面的完美，他有时候是想要两个都完美，这才是最困难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宇宙要说的能量就是你们的这个所谓的选择性跟平衡感太过于强烈了，可能反而会成为某一种障碍，也要注意。那再来就是又是一张所谓的天秤座在我们的新月，这边直接讲的就是一个恋人的和谐，这种天平的浪漫啊，天平的这种罗曼蒂克的情绪会在这里慢慢的发挥出来，这可能会在你的恋人跟你之间，也有可能是他，你们的对象，你们的合作伙伴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和谐的能量，一种公平和平相处的一个气氛。所以在未来的工作里面可以看得到，如果是你在问工作，你在问的事业，你想要了解它的能量，它充满和谐感，就已经出现2张天平牌了，表示双方彼此大家都想要去共同维持一种和谐，而这样的和谐来自于彼此的意愿，不是受控的，也不是被强迫，是大家想要共同去发展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的一个象征。所以2张的天平牌在这里，我觉得宇宙要告诉你们，你们的能量其实是充满和谐性。然后第3张是一个双子座，双子座感觉也是一种双面性，这是在一个满月的双子座，在这样子的一个平衡感，你想要达到两边平衡的状态面，势必啊，你就会很高的一个面对双重性，你有很多的抉择要做，你很多的所谓的是非黑白对错这种东西，你想要去理清，但是你又充满了创意，因为双子座通常是很有创意的一群人，虽然有点反反复复，你们其实你们的过程能量还是要注意一种反反复复的过程啊。虽然有点不耐烦，有点烦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的话，但是也没办法，未来的这个能量还会持续哦，而且又出现了一个双子的话，哇，这更是阴晴不定了。人家不是说双子座，你跟他谈恋爱，你可能会死于感冒嘛，因为他忽冷忽热。你的工作伙伴也可能是这样，但是其实这不是恶意的，在很高的程度底下，是因为他们太多事情让他们想到，例如事情的正与反，他想的面向就会多了就会复杂，那跟他们相处起来，你自然也就复杂起来。那这样的能量也可能来自于你们自己本身就是这样子，过多的去评判，过多的去比较的一个能量。如果在工作上遇到这样子的事情，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不用太过于把它当做一回事，当做压力，因为这个会势必达到一个平衡，因为你要相信你有2个天平牌在这里，它会一个适度的和谐感，你绝对会到最后会呈现出来。只是过程中这种所谓的拉扯，这种所谓的比较，这个所谓的失与得，
这种关系是一直会存在的，一直会去产生某一种冲击性、这种冲撞性、这种双重性、二元性的选择。不管在感情上啊，或者是事业上、工作上啊，都会遇到这样的所谓的双面难题。但是你要一一的去解决，一一的去面对。这个天平的两端始终会为你达到平衡哦。你们因为有这样的能量，再来我们来看看宇宙它告诉我们什么。在你们现在，你们的牌面跟第一组有点像，可以去看一下。如果你对第一组有感应的话，可能你有能量在里面。他们也抽到的华盖跟地空，唯一不同的，你们出现那个天同。我想要先说天同，你们的很多磨难，就刚才说的一种过程的反反复复，一种进退、犹疑、抉择这种事情，会在很高的一个所谓的，因为你们的个性的看开，这天同就很像愚人牌哦，他看开很多事情，这也可能是因为你经历过了，已经看多了之后，你就容易去做决定，所以也不要去害怕自己有很多不同的经验，因为不同的经验就是带来不同的成长。其实这种不同成长会让你更接近天同，天同是一个享福的牌哦，在紫微里面它是一个很好的牌哦，它是一个享乐为主，而且尤其还强调是物质生活上的享乐。你可能会有很好的口福，你有很好的一个生活的物质的提供，不管是别人提供给你的，或者你自己提供给自己的，你们会在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精神跟环境上的一个协和感里面得到平衡，所以你们会把那一些磨难平衡掉，你们能量充满的一种往前看、开心、乐观，不要去想后果的这种底蕴哦。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精神品质，所以在这个天同底下，我相信很多事情，你们未来的这个能量都会朝一个乐观哦，一个阳光性的发展哦，不用太过于斤斤计较。如果你在尤其在天平的两端，或者是双子座的多变底下有点不知所措的时候，就拿出这样所谓的天同的精神。而你们遇到的这个人事物啊，他们也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历程，在这样子的一个反反复复跟不知所措底下，最终会得到的是一个自我的平衡，然后自我达到一种天同的精神，就是我们刚才说类似于人牌，你看这个人笑得多开心，笑看世界，没什么东西是值得去伤脑筋的，什么事来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用想太多，就是这种概念，一一突破，对，一一突破，天同有这样子的一个品质哦，而且你们在这样子的一个你们的应该说生活的成长背景底下，很多时候其实你们是非常有天分的，华盖都是讲求是才华天分，你们甚至还是漂亮的，华盖是漂亮的，华盖是就像那个古代的君王要出巡啊，然后不是会撑着像一把伞一样的东西，那个就像华盖的类似，你们是附衬在一种强势、威望，甚至是高贵底下的一个旁边的一个附属、一个支撑。你们可能不是主要的那一个，例如帝王的象征，不是像紫薇这样排。可是华盖它更多的是锦上添花，所以这边要说的是说，你们有遇到这样子锦上添花的机会，但是你们现在是线，就要注意的是说，是不是过度的锦上添花，是不是有人在过度的巴结你们，这也要去注意的。你们可能有很高的一个才能跟才华与生俱来的，别人所没有的能力，但是可能某些人会利用你这样子的一个特色，或者想要利用你，对，所以它产生了一个限位，这是一个提醒哦，这是一个你有才华一个象征，然后你会有点孤芳自赏、高处不胜寒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能量就是你要注意别人对你的过度吹捧，这要去小心的。不过因为你们有个天同在这里啊，很多事就会迎刃而解。再来这一张地空牌啊，地空牌就是空，它有一种空虚，这种空虚来自于过度物极必反的空虚，并不是本来就没有，本来就耗，并不是耗的意思，它是空，它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神损，而不是财损。
这其实我觉得又比财损好一点，比地劫好一点。地劫就真的是财损了，地空更多是精神上的损失。损失是在于我们刚才说，你会去想很多，你会去思考很多，我们会遇到一些两难、一些抉择、一些双重性的事情要去做决定，一些平衡。你的天平永远就在平衡，你去想这个事情是不是就会很烧脑，很浪费你的精神？但是也不能说浪费啊。所有的思考，所有的过程都是一种学习。我刚才说，所有的学习才会造就你的天同的这个性格的产生。它不是愚昧不是假装乐观不是一个愚人的乐观，而是他看懂了、看清了很多现象之后的乐观的天同，一种天生给你的一种大同，世界大同的感觉，精神上的大同。那地空也是啊，它其实要告诫我们第二组的能量，就是你们要注意的，就是过度的思考，过度的精神耗损，这边可能会为难你们一段时间，但是不要去紧张，因为你们最终会得到一种平衡因为这边出现了2张我们刚才说的天平牌在这里。OK， 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这个第二组的能量里面，宇宙来告诉我们，这后续会怎么样去进展，会怎么样的发展？我们来直接看。OK， 好。第一张出现的就是我们的十字架，十字架是象征的一种精神上的压力，它不会是身体上的，不是你今天要去做劳力、做苦力的压力，而是精神上跟你这个地空是几乎是不谋而合。在所谓的精神上的压力底下，它也会因为你的压力，或者因为你的想的很多事情之后，可能你会去寻求某一种精神的寄托，某种信仰。这个时候是好的，这个信仰会支持你走下去，支持你去朝你的目标去前进，达到你所想要达到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有信仰，OK， 但是不要过度的迷信，因为这还会成为你自己的一个障碍。所以不用过度迷信，只是把它当做这个信仰里面它有一个正面或者是乐观的方向，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生活指导的方针，不要去让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你知道小老鼠、老鼠屎去影响你的心情，你的周边一定会有一些老鼠屎或者一些鸟事情，然后会稍微这样子穿插在你的那种过程里面。不管你想要达成某一种专案的进行，还是你一个关系恋人的促进的时候，会出现老鼠屎。这出现也在我们的天平这个所谓的恋人的和谐底下的话，所以也要强调一个所谓恋人之间的所谓的小矛盾。小猜忌、小啰嗦都有可能，但是这毕竟是一个老鼠的能量，不是什么可怕的耗损，所以不用去太担心了。而这样子的能量去排除掉就好，就像这小老鼠，你一口一口去吃你的东西，你可能会损耗一些东西，但是不是大面积的。但你要及时发现这个小老鼠的存在，然后去当做一个警惕，这是也要警惕你的。再一个，如果是尤其是在恋人，你们跟恋人关系底下的话，要去注意。当然，工作伙伴的话，不合群的人，或者是说扯后脚的人，就所谓的猪队友啦。但是你们要记得去，不要用和平的方法去协助他们改善他们自己，然后达成你所要的。因为他们只是一个小老鼠的能量，并不会影响太多。不要因此而大动肝火，或者是说就砍掉重练，不需要这样子。所以你一定要记得这样子的能量的一个铲除是要用以轻松的方法，以一个不用太大动干戈的方法就去执行，而且会最后带来好消息。最后出现的这一张骑士牌，骑士牌象征的就是带来讯息、带来消息，而且通常是好的，是某种迅速的。所以我可以期待的是说，你们在这样子的一个能量里面，你们这样期待的不管人事物它即将得到一个很好的发展，但是过程可能会有点难熬有点烦忧有点干扰这个东西都不足以达成这个最后的讯息的达成。你们最后是要得到这个讯息，所以一定要把能量汇集起来。OK， 这是我们第二组宇宙要告诉你的能量，一定要把它当做自己的一个目标，可以达成的目标去显化更好的自己。OK， 好啦，再次谢谢大家收听与收看，一样祝福大家幸福美满快乐，我们下次见拜拜。嗨，欢迎第三组选择第三组的伙伴们，大家好哦。
今天我们来深入的了解一下你们现在的能量，你们现在心里想的人事物，它处于怎样的一个状态？这个能量会有怎样的一个引爆、一个爆发、一个成长，甚至有什么要注意的？我们有我们的宇宙啊，透过塔罗，透过我们的神谕卡来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些迹象，让我们去掌握、去了解。OK，首先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第3组的宝宝，我们的伙伴们，现在的能量是属于怎么样？我们让宇宙来告诉我们。你们的牌很特别哦。第1季的月相是行动的展现，是一个你的目标、你的方向，你想要做的这个事情，你要去执行的一个动力哦。他叫你可以做了，可以去行动了。所以可以看得到的说，在这个事件的初期啊，我们的伙伴们、宝宝们，你们会去做一个很高的改变，就是你们以往可能蛰伏的，或者以往不行动的，你们这个能量即将动起来，采用的是高效的，是在一开始初始就要去做的。2025一开始这一季的开始，首当其冲想要去解决的事情，所以可以看得到你们这个充满这个能量的一个聚集哦。这个能量聚集来自于你们跟你们的伙伴之间，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想要促进这个事情的发展跟产生结果的情绪是很高涨的，所以你们会去产生行动，你们会去做你们以往没有做过的。如果我没有去改变这个企划，我现在就想要去改变。如果我现在想要投资一个履历，我想要得到一份工作，我现在开始要行动，你即将会有行动。甚至是一个恋情的话，本来不敢告白，有点暧昧，不敢说的话，即将要说出来，这是一个行动力的展现哦，是一个年度的最初始的，我想要去做计划、去做执行的一个能量。而这个能量的中间呢，可以看到是一个比较灰色的一个色调，它讲的是一种释放。这要释放什么？释放不再为你服务的任何能量。你的精神，你的最高我在告诉你，在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底下，你要去做这样的行动，你必须要铲除一些不好的过去的陋习、不好的关系、不好的一个方式做事的方式，你都要去做一个变更，这个改革，这个残月象征是某一种。你说它是缺陷，它也不是完全缺陷，它还是有一点光亮，它的光亮还等待着你去照明。但照明的前提底下，这些杂草、这些杂乱要先剔除，所以这边要开始要请你清理了，开始要断舍离了。怎么样去断舍离呢？当然就是不再为你服务的对象，不再为你服务的精神，不再为你服务的人事物。你感受不到爱，感受不到活力，感受不到热情的任何事件关系，去看清楚它，去把它去无存精，保留更适合你自己的。这是残月想要告诉你的，你们的能量在这里。这是一段关系也好，它会变得更好。它是一个合作的伙伴也好，你们的未来的这个工作会越来越成功，因为你去做了一些剔除的动作。如何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挑出来，然后去结束掉，这就是一个过程，即将在你的行动之后会做的过程。而最后你们会产生的第3季的所谓的一个行动，就是一个达成。达成之后，你会做一个检讨，重新评估。这个重新评估更多的是来自你因为先前的这个行动力跟你的所谓的剔除的动作，释放不好的东西之后，你会做一个更全方面的了解。因为的这些动作、这些历程、这些过程，你更知道自己的方向是什么，你更会去重新的去参考别人给你的意见，甚至去参考你自己所参考出来的答案。
因为我们刚才做的这些动作，你去想过了，想过你自然就会有一些清楚的事情在你的内心去萌芽，去重新的在一片重新整理过的花园之后，重新萌出一个新的芽出来，而且这新的芽就是一个新的苹果，新的展望，对未来的展望。所以你们能量会走向一个这样子的，它更多的是一个转化、转换，有一个本来不会不好，可能刚开始的一种能量，然后去打磨成更好的一个未来会发光的一个目标，这是这个能量所现在很明显感受出来的讯息哦，非常一致性，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行动。我们再来看看宇宙要告诉我们，你们有什么样的讯息？这很难出现3张美女牌，那3张美女代表了不同意义。你们的能量啊，势必会跟阴性，尤其是女性能量，不一定是男生女性，可能是他比较阴性、比较柔软的这一个能量、这个形象的人产生很大的联系，而且年龄层分布很广，年轻到老都有。我们来一一来了解啊。首先是贪狼，这是一个欲望的能量，是一个美女的象征，这是一个欲望的展现，而且是在第一季的所谓的行动底下。所以啊，这更高的能量啊，是在于你对这个事件、对这个人，你有很高的欲望。这个欲望有很大来自于不理性，很多是你想要，可能不一定是需要，可是你就是想要。然后就像这个美女一般哦，在引诱着你哦，你就是想要去执行，就想要去向前。这如果你是发挥在所谓的职场上，很多时候是跟那一种八大行业，就是娱乐或者是影视，或者是说美好事物、女性相关的一种事业，你可以发展的不错。而这样子的一个能量，来自于更高的是一种自由的发挥，更多的就是所谓的特色性的服务，很独特性的一个设计啊，或者是一个所谓的专属的一个文案的，或者是图片的一个设计，类似这样的工作。它充满的是美感的，充满的是一种欢喜的，充满的是一种愉悦、愉快的、娱乐的。你们会想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情感的触发，很多就来自这种欲望，这种与生俱来的无感的体验，这种愉快所产生的一个能量。所以男性这边也要注意哦，如果你是阳性能量，还是要注意哦。贪狼还是有点怕有一些你知道粉红事件会干扰你，不代表它不好，可是你要去注意，你要记得去筛选这之间的能量对你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不管是你感情上或是工作上。然后你们很奇妙的出现，第2张是完全跟贪狼几乎相反的能量，太阴，这是一个柔美柔和，几乎就是遵从3从4的美好形象的象征。这出现在第2个所谓的释放，我刚才说要铲除一些不好的能量底下，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你们会用一种很柔和、很温婉的方式，甚至某种传统性去改善某一种你们现在存在已久的问题。它不是躁进的，不是冲动的，是充满包容力的。太阴是讲求是很高的包容力，而在这边可以看得到是还有一种清幽，这种清幽跟清净是来自于内心对这个事件想要和平处理的一个态度。太阴讲求的绝对不会是暴冲的能量，就是一个像这个一个非常美好女性美德的一个能量的展现。这也会展现在我们刚才说的第3方有这样子的一个人，一个阴性的会协助你、帮助你把你现在心中的一些杂念给清除掉，真的是清除。你们在即将的这个所谓的能量的展现里面，会是一个和平的替换，而这个替换、这个改变是不用太痛苦，太阴绝对不会痛苦，它是
更温柔的去产生变化，所以非常的可以期待你们这样的能量的展现。而这样，如果你是一个感情的发展的话，也是一个温和应该说舒适，对，更多是舒适跟舒服，就像清晨的阳光一样。它不是那种中午的强烈那个炙热的阳光，也不是像黄昏那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那种有点凄美的阳光，不是，它更像是一个就是早晨的阳光，不会刺激，但是会照亮你，又会带给你温暖。用这样的方法去执行，去展现你的能量的进展，这感觉是很好。最后一张更好，右臂直接又来个贵人，这个女性贵人可能是比你年长的人。同辈也有可能，那这样子的一个年长或同辈的一个阴性的能量里面，会协助你们去做一个重新的评估哦。所以你们的评估里面也可能是包含这个人，对，你重新评估的人，搞不好就是你自己，你自己就是这样形象的一个人，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贵人。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能量的展现底下，我可以看到的就是，你们充满了3种阴性不同的能量。各有好坏，各有所谓的冲动，各有各的美好与宁静。那这样子的平衡底下，我觉得这能量是很特别的，是可以去舒适的去发展的。因为女性能量就刚才说的是更温柔的，更体现在了解、体贴去执行的。所以不管你现在遇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冲突，未来这个关系或这个事件会怎样的一个发展，它就是会用一种比较合适平缓的方式去解决。即便是一种释放、一种清除、清理，都是不带着恶意，甚至不会滥杀无辜的状态去清扫干净。所以这能量我觉得很特别，也很不错。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第3组的伙伴，我们在这样子一个能量底下，它又会呈现怎么样的一个后续发展？我们来看3张牌，我们3张给出来的牌相当之好，一一来解释。书，然后狗狗，还有信件。书看到什么？看到什么？你们看到的第一个感觉，我觉得你们应该都读出来了，这是一种学习，一种资讯的收集，甚至不是某一种秘密哦，但是秘密还没有被展开，没有被展现，所以你们这个能量里面还需要一些，我认为是这种清除的动作，重新评估之后，你这个书才会重新打开，让你知道到底书里面写了些什么。所以你们现在在意的这个神事物啊，它是一个秘密，但是是一个不差的秘密。我相信它翻开之后，经过你这样的内化、内敛的改善跟引导，你自己去走向更好、更正向的一个能量之后，这个书即将书写出来的一个答案会呈现一个很高的满意度，你会喜欢这样的答案，我可以看得到，因为后面出现的就是狗狗。狗狗代表是忠诚朋友的意思哦，这是一个忠诚的关系哦，不管是你是跟你的工作伙伴还是恋人，这种忠诚是来自于朋友上的互相扶持、互相信任，然后这样子的一种支持性会让你非常有稳定感，然后非常有在这个事件或这个人事里面得到温暖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狗狗就是我刚才说，你为什么你们的书最后翻开来会是一个很好的篇章，就是来自于这只狗，而且后面最后一张还会有一个好的消息。这个信件通常是一种官方的一个通知的，一个经过确定落实的。如果你现在等待的一种判决，我们讲法院的信号，它会是一个好消息。对，本来不知道会什么结果，后面会得到一个好的消息。你在等待一个求职，或者是一个录取通知，你都会即将会收到这样的一个收获。然后甚至也是可能是一封情书啊。我们刚才说你们3个女性阴性能量的话，很高的也是某一种情绪的丰沛跟丰满，尤其是两性之间感情的交流，水的能量，所以这都不排除这也可能是一封情书，
一个来自你在乎的人的一封信，一个讯息，所以这是一个好的讯息。所以第三组的能量我觉得也非常好。后续我们会多了解如何改善自己的能量。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再继续的追踪我嘛。我会让大家就是定期的去释放自己，然后也去截取自己的能量，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OK， 好啦，这就是我们第三组的讯息啊，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一样啊，截取你有感应、你有共鸣的部分，改造更好的自己。OK。那我们就祝福大家喽，我们下次见，拜拜。